好，接下來我們也會在過年期間特別來關心到，其實這一場俄烏戰爭打到現在已經進入到第5年了。很不幸的，現在死傷人數統計已經將近是200萬人了。那接下來會怎麼樣做發展？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評估，請到現場的專家。好，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是 CSIS 的最新推算，到今年的春天預估就會死傷正式突破200萬人，其中俄羅斯方面累積的傷亡人數120萬人，烏克蘭也有60萬的士兵傷亡了。好，3個接下來俄烏戰爭可能會發生的劇本，等一下來看看哪一個比較有可能是未來的走向。第一個，2國會持續的交戰，並且繼續絞肉戰，那麼外交的方面則是會停擺卡死。第二個事情是對烏克蘭比較不利，烏克蘭會先撐不住，基輔被迫割讓領土跟限制軍力的規模。第3個，對於俄羅斯來說比較不利，就是因為它的經濟先斷氣了，俄方將會無法無限期的支持戰爭，所以接下來得用談判的方式來做進行，哪一個比較有可能？艦長怎麼看？首先我要說，2026你叫我對俄烏戰爭的第一個預期是它會停戰，它会出現和平方案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雙方在談嘛，這一直在奔波的是美國，美國跟俄羅斯談，美國跟烏克蘭談，有史以來4年多的第一次是今年的1月23號到24號在阿聯酋的阿布達比，3方第一次坐下來。然後當双方一起說，哎呀，都是有些代表性的人物，就是他大致已經得到了一个共識。好比說，我跟你講，我在跟幹哥講，你們2個都是2個完全不一樣講，我叫你們坐下來幹什麼？我叫你們坐下來，基本上就大致是定了。那上一次談完之後，當然還沒有得到最後共識。他們現在講2月1號還要進行第2次，我認為這一次一定會，大概今年一定會有終戰，大家都打累了。那如果萬一還有誰堅持怎麼樣？那現在最難解決的就是讓土地，因為在個頓巴斯地區，這個烏克蘭還有一些軍隊在那裡，你要這些軍隊你都要撤走，這個對他的主權、對他的顏面是很糟糕的事，很少人敢答應。那如果你就是堅持說不退，那就會繼續打下去，繼續打下去，跟以前的戰爭形式會不一樣，因為所有的戰爭都有一個叫做戰略重心。好比說，我今天要跟你打仗哦。死拼那是沒意思的，你死人我死人，我要幹嘛？我要想辦法叫你沒有辦法繼續作戰下去，那就是要打你的戰略重心。好比說英阿福島戰役的時候，阿根廷是傻瓜，打了他的什麼巡防艦什麼的，他要是打了他唯一的一艘那種航母哦，這航母一打掉，他就沒有戰鬥機在那裡了，你沒有制空，你就通通退回去。他退回去之後，那個柴契爾夫人會顏面無光這樣回來，柴契爾夫人都會下台。但是他結果他沒有打他的那個戰略中心。那今天在這裡烏克蘭這裡的，我覺得他們的戰略中心是什麼呢？能源。到最後我就是遠程精準打擊，我的人不要再上戰場，我就一直攻你的這個能源。能源有煉油廠，有發電廠，這些東西又大又固定。我要打你打到受傷，你到最後能源沒有，你就很難以為繼。我覺得雙方現在大概抱持這種，都在抱持這種。那至於你說最後誰會很慘？你想都不要想，一定是烏克蘭。為什麼你知道？有一句話叫做“合夥的生意很難做”。北約這裡32個國家，烏克蘭1個國家，總共有33個國家。俄羅斯這裡只有1個國家，一個國家打33個國家，你覺得好辛苦哦。其實最辛苦的是要取得共識，你知道嗎？這些以前美國在這裡的時候，他是老大，他力量夠。北約大部分的軍備超過60%-70%都是美國在出的。這個時候，這個人講話是有效的，他可以把它團結起來。可是老大一抽腿，說我不管了，你們自己去弄。這裡啊，我跟你講，會吵成一團。誰是老大？誰是領頭羊？沒有領頭羊，那我問你，烏克蘭指望誰？他能指望誰？指望美國回來嗎？不可能的。美國現在逼着你就是要和談，所以我覺得如果繼續下去，烏克蘭他的希望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俄羅斯呢？俄羅斯還是原來的那一個俄羅斯，一點都沒有改變。但是這一邊已經就很難再凝聚團結在一起。說這樣的狀況誰會贏？過去32+1都沒有打贏這個國家，未來這裡一下混亂，還能打贏嗎？不太可能的事情。所以烏克蘭必敗。好，這個時候因為美國抽身了，現在烏克蘭的情勢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了。那今年可能會有什麼重大突破？李將軍又怎麼看？其實這個戰爭快打1年了哈。這4年前2020年的時候，2022年的時候，這個2月開打了。那時候大家都認為說這場戰爭可能1天或2天就結束，
因為俄烏雙方來講確實是戰力有天壤之別了，但是沒想到烏克蘭居然撐了4年，到現在還沒投降。那今年会怎麼發展？我先將到現在為止的戰場狀況跟各位觀眾說明一下哈。現在戰場上面，這個俄羅斯正在展開它所謂的冬季攻勢哈，從北邊的庫皮揚斯克，然後南邊的紅利曼哈，一直到這個最南邊的扎波羅熱這邊，都在全線發動攻勢哈。那戰況目前戰場上面確實是對俄羅斯有利的，可是它進展速度還是有限，畢竟這個戰線是非常長，有1000多公里，這個廣大的面積，那它也不可能說一次就這個逼迫烏克蘭投降。那原來我們認為是紅軍村如果說奪取之後控制了這個戰略要點，烏克蘭可能就要投降了。但是事實上烏克蘭還蠻頑強的，到現在為止並沒有看到烏克蘭願意投降。緊接着第二點，我們要看這幾個國家的首腦袋在想些什麼。第一個我們講的是澤倫斯基。澤倫斯基現在腦袋想的是，他不要當一個這個投降的總統，因為他會變成歷史的罪人，所以他現在硬是盯在那邊，還繼續會撐下去。我想他到目前為止看不出來他有要投降，他也不敢投降，不然的話他會被這個烏克蘭所謂極右派的人吊路燈。第二個，我們看普京在想什麼？普京很明顯的從跟阿拉斯加再跟川普見完面之後，他開出的條件就已經講明得很清楚，叫烏克蘭要無條件全部讓出頓巴斯地區。那如果說你不讓出的話，他就極可能在這個南邊這邊繼續向赫爾松來發動攻勢。所以說是我認為說是這個以普京來講的話，他會繼續再打下去哈。那我個人去年的時候，我曾經到俄羅斯去旅遊一趟，我覺得他們社會上面感覺不到戰爭的氣氛，所以他有沒有能力打？我覺得他有能力繼續打下去。那我們看川普在想什麼？川普現在想的就是諾貝爾和平獎，他一想將這場戰爭摁下去。他另外第一個他想的是他個人是諾貝爾和平獎，第二個是他當初這個他認為說是拜登在俄烏戰爭裡面這個丟進去了1500億的美金，他要怎麼撈回來？他腦袋想的是這個，就是停止戰爭以後，他現在想的是這個房地產商戰後重建的問題，怎麼再重新把美國已經丟進去的錢拉回來？那歐洲在想什麼？歐洲想說，如果說是你烏克蘭敗戰的話，那我們是不是直接要面對這只北極熊，直接面對俄羅斯的威脅？所以這個北約這些國家會繼續給烏克蘭打雞血，讓他們繼續撐到底啊！在美國不支援錢沒關係，我們湊錢給你，你繼續撐到底。所以依照我剛剛以上的判斷，我認為說是在今年就是2026年，我覺得俄烏戰爭目前還看不到一個結束的時候。雖然說雙方目前在這個阿聯酋有舉辦會談，但是談的都只是一些皮毛的問題了，這個核心問題根本就不可能談得到。比如說是頓巴斯領土的問題，到現在還沒有談到，談到的只是一些技術性，怎麼樣交換俘虜啊，怎麼樣交換遺體這個傷亡的遺體，談這些枝枝節節的事情，真的核心問題沒有談到。第二個，我覺得談不出來，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說，這是俄羅斯派出去的代表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決策權。只是說看出來普京只是虛晃一招，你們要和談嘛，我就派一些人去給你談。那這些人看得出來，他並沒有任何的決策權。所以在這個，我認為說今年當然對烏克蘭老百姓，這是最不幸的一個消息。如果繼續打下去，最會被戰爭這個帶到這個痛苦的深淵裡面，繼續斷垣殘壁，繼續那個，我覺得是俄羅斯的是烏克蘭的老百姓。那你說戰場今年俄羅斯會不會就一舉這個奪得勝利？我覺得也很難，畢竟這個廣大的作戰面積已經打了4年了。對。那目前來講，還是繼續在頓巴斯這個戰線上面彼此在那邊堅持在這邊。雖然說是雙方互有勝負，可是如果說要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，我覺得俄羅斯還必須要加把勁。短期之間，我認為按照戰場上的部署，還看不出來俄羅斯能夠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。好，現在看起來俄烏戰爭是一場無止境的一個長期的消耗戰。那美國已經逐漸抽手，但是在烏克蘭的背後還是有北約持續的對烏克蘭打雞血。那現在其實華府擔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，那中國大陸呢？中國大陸會不會在今年有不一樣的態度，或者在這個武器方面或是否會有所供應？因為現在美國的智庫做了一個最新披露，是來自於他們的戰爭研究所
所說，俄羅斯能夠撐到今天，關鍵的武器就是因為來自於大陸的供應鏈。那他也特別提到了，包括了真果樹飛彈跟見證者無人機的核心關鍵，都是因為中國大陸這邊有提供這種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電子零件，把它拼裝而成的。雖然說中國大陸沒有直接，他也不願意直接提供武器，但是像俄羅斯提供這種軍民兩用的零件和設備，現在華府智庫指說還是有的。那幹哥怎麼看中俄今年的合作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變化？好，我今天特別帶來這個就叫什麼？這叫真果樹飛彈。真果樹飛彈它其實它在發射與準備的過程之中，只需要20分鐘，它就可以開始進行幹嘛？進行打擊。真果樹飛彈它是改良自 RS-26白楊洲際彈道飛彈。大家仔細看，它的發射準備就是，如果它今天已經到了陣地的時候，它開始升起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幾乎它可以在2分鐘之內完全升起這枚洲際彈道飛彈。然後大家要知道，它的打擊目標可以達到多少個？可以達到6個。然後呢，這枚飛彈的最大速度叫多少？10倍音速，那就是高超音速的極音速飛彈。像這樣子的飛彈車，我告訴各位，它所有的關鍵技術跟零件都來自中國，包括什麼？你想得到的，通通來自中國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一枚飛彈在2024年11月，俄羅斯嘗試的第一次發射之後，打到烏克蘭西部的城市，但接下來就沒有訊息了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俄羅斯沒辦法支援這種新飛彈。後來現在又開始生產了。原來我們知道了，北京向俄羅斯提供了生產高超音速飛彈的 CNC 機床設備，這個非常重要，因為俄羅斯沒有辦法一夜之間，因為它要應付太多了，它還要生產伊斯坎德飛彈，它還要生產各式各樣的那種洲際飛彈，所以說它根本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產能。它跟美國一樣，它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，因為俄羅斯的經濟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，所以它根本支撐不了。於是由北京提供了，我可以告訴各位，微晶片、電子電路板、軸承、雷達、電子戰晶體、測量儀等等，這些都是這個飛彈所必須要具有的零組件。那大家就曉得說，哈，原來都是中國在支撐它。對，你知道這個總共多少嗎？我現在隨便講一講，數十億美金，我們還看不到的，不知道有多少。好，你看完了這個洲際飛彈之後，我們再來看有一個更可怕的東西，叫做什麼？叫做無人機大隊。無人機大隊裡面，其實俄羅斯使用的是什麼？又快、便宜、數量又多，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。是。好，見證者無人機有個壞處，你知道什麼壞處嗎？就是說，它要是目標定了以後，它就只是朝它飛去，它沒有辦法閃，它也沒有辦法做電子干擾，那就是見證者。但是見證者因為伊朗做的嘛，俄國拿來之後原圖紙這樣去做，坦白講很快，生產很快。可是呢，反正這是消耗品，對不對？犧牲很多很大。俄羅斯自己的柳葉刀還比較好一點，因為柳葉刀是什麼？柳葉刀是就像我們即將要買的美國的那個 Altius 600跟 Altius 700一樣，它是由飛手他就是戴了一個3D 眼鏡，然後他在那個過程之中，追擊的過程中，飛手也就是操作手，他一定會看着擊中目標為止。所以其實柳葉刀是比較精緻的一種武器，但柳葉刀就比較貴。那怎麼樣？沒關係，中國來幫你改見證者，中國也出來改見證者，幫你把見證者的能力提升到跟柳葉刀或是接近柳葉刀的程度。所以你就曉得說，既然中國有一個公司叫它叫什麼？它叫 VCAN 集團。我們還真的第一次聽到這個集團，叫一個 VCAN 集團。它這個集團說，他說目標可以設定，就是說改攻擊啊，你要改，還有你的那個飛行路徑要改的時候，這個公司可以提供你就是說軟件的套件，讓你可以及時放在無人機的上面。我現在心裡就在想說，那不是要改很多嗎？對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大量生產就是中國的這個強項嘛，所以它其實在大量生產這個軟件套件的時候不是問題，它會快速提升
俄羅斯見證者這個無人機部隊的打擊能力。所以我認為啊，這個上半年可能俄烏戰爭之中哦，見證者的能力要是提升的話，一定會被那個北約組織的將領給嚇一大跳，說啊，他為什麼現在飛得又高，然後飛得又久，打得又準，誰幹的？中國幫的忙。好，謝謝幹哥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。